双人的下午茶，蛋糕还蛮快就来了，这一切都非常的完美。接着我们要等咖啡，结果我们等了将近快20分钟，后来我准备弄咖啡的时候，发现只剩下热水而已，非常的傻眼。其实我自己搭过7、8次才出来的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往的位置呢是在。我是托马，你现在收看的是托马南马后手。看到我身后的美景，就知道我又来到了日月潭。今天要入住的是云品饭店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待会见喽。如果你今天是住在面山的房型也没关系，每一个楼层一出电梯就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日月潭的美景。紧接着来看看我们这次所住的房间是长什么如何。这一次我们所订的面湖的4人房，我们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浴室，少不了免治马桶、梳妆台。每一间房间都主打的，在这房间就可以泡汤了。旁边呢也有多窗帘，这边可以把它拉下来，备品罐子在里面了，真的很高级。那这个衣柜的滑门，我觉得做的还不错。里面附赠拖鞋，温泉饭店一定会附简单式的浴衣，今天晚上可以穿。整个房间非常的大，是2张加大的双人床。灯构面板附 USB 含碗果插座，这边还有一组小沙发，我们来试坐看看。这个沙发也可以旋转呢，还不错，而且可以整个往下躺。房间的 mini bar 完全都可以使用，冰箱有汽水，还有一瓶台湾啤酒、果汁、光泉牛奶，跟这里最著名的日月潭红茶，特别准备了一个小蛋糕给我们哦。像这个得水壶，把它打开来了，已经把线接好了。云品一直强调它是一个环保旅店，所以这边没有提供牙膏、牙刷的备品。但水的部分呢，每个房间呢都有玻璃瓶，只要拿出去装水就可以了。这次我们的房型除了有迎宾水果、装碗花生的饼干，也招待我们了一瓶红酒耶。当然，这一间房间也是属于智慧型的房间。Hello AI， 请讲个笑话来听听看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穿越到2999年，买几台苹果30再回来卖，哇哈哈哈，赚大了。刚刚说到这个是面湖的房型，当然少不了就要面对日月潭的风景啦。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阳台，上次我来说刚好是缺水，现在这个湖水真的很多我觉得整个比我差超多的。下午茶的时候，我们有点了一个云品牛肉面，需要880元。这个牛肉面实在是很大一碗，里面非常多的大块厚的牛肉，还有2片生肉，再把汤加进去，这一切都非常的完美。接着我们就有点双人的下午茶，蛋糕还蛮快就来了。结果它的咖啡上面加了虹吸的概念，咖啡萃取出来，我们等了将近快20分钟。后来弄咖啡的时候，发现只剩下热水而已，非常的傻眼。接着他又再换新的一组，整趟吃下来已经吃了快1个多小时，就这样子。虽然是农历新年，在饭店的大厅打造成日式祭典的模样。可以拿点数换商品，现场也有许多互动的小游戏。
一样是会让人家开心的发推，所有的摆盘上面的食物啊，都让你觉得想要每一个都把它拿起来。这一次新年的期间，所以户外呢也有做烤乳猪。它的饮料部分除了有现大的果汁之外呢，还有伯克金的啤酒，可以让你免费喝到饱哦。我刚有拿生鱼片，瓦萨比够呛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在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有很多的淡菜、螃蟹、甜虾，还有新鲜生菜沙拉、日式天妇罗、蔬菜炸物、炸虾、台式川烫面食区，有好多青菜可以自由组合。甜点区有巧克力塔、马卡龙、覆盆子慕斯、布丁，当然少不了小朋友的最爱哈根达斯冰淇淋。晚餐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可以来这边参考看看哦。在这边有个很贴心的服务，就是可以选枕头，我们马上来选枕头看看喽。这个记忆枕还可以喷香氛的，我选的呢是洋甘菊的味道。我们今天晚上就来试躺看看太空记忆枕有什么不同哦。大家早安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6点半。这边虽然是面湖，太阳会从另外一边升起，日出不如预期。不过虽然没有看到整颗太阳，整个天色的变化其实也是非常的美的。待会我们要去吃早餐喽。这么难得来到日月潭的云品，一定要坐在户外吃早餐了。这边的早餐的种类非常的丰富，除了有台湾的挂包之外，现煎的太阳蛋啊、半熟蛋或是全熟蛋都可以客制化哦。还有台南有名的涮牛肉，听说它的可颂是非常的好吃。饭店建筑体刚好也是在一个斜坡上，顺着一个 S 型的弯道，从房间往下看的，加上一些车子的流动啊，觉得这 S 型特别的漂亮。现在我走在的地方是这里的圆形广场，看过去整个是木栈板组成，很适合做活动。关于房间的隔音，实际上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至于太吵，可能在房间内讲话要注意一下音量。你在外面的走廊都可以听得见房间内的声音。听说这边还是有在夏天可以玩的游泳池的部分，都还是可以值得期待，或者是来吃它的铁板烧，还有顶楼有不错的餐厅都可以去做选择。过年期间住饭店费用是平常的2倍，虽然价钱很高，还是一房难求。大家想好明年要去哪里玩了吗？不管留在国内或是出国，一定要提早规划哦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要来日月潭住的朋友们。我是 Thomas， 我们就下一个景点见喽，拜拜。我们差不多要整理行李，要准备离开云品饭店了，再来跟云品饭店说拜拜喽。Hello AI， 拜拜。你要去哪里呀？我很舍不得你。他舍不得我们，不管了，拜拜。